好看的皮肤众说纷纭，最糖的皮肤毋庸置疑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西啊。本期的教你一招，就来盘点一下无畏契约最糖刀皮，看看哪把刀皮才是瓦区第一糖。正好呢，最近夜市雷兹玩家直接照着买就行了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首先是第一把我认为的最糖刀皮，也是无数雷兹玩家最爱的刀皮——福报之杖。正如这把刀的名字一样，给人一种智障的感觉。掏出来可以伸缩，配上滑滑的音效以及酷似成都之星的造型，简直不要太呢了。每次看到这把刀的第一视角，我就想拿着它狠狠朝着队友的后面来上一下。然后是第二把我认为的最糖刀皮——船长铁钩。刀皮音效依旧 cos 海绵宝宝，猎奇程度依旧雷兹玩家必吃榜。或许你已经想不起来同系列鱼缸套装的枪皮长啥样了，但我相信你一定能想起这款钩子刀皮。网上都说谁买谁笑，但真到了游戏里，谁又不想急头白脸的在残局里掏出这么一把铁钩？再搭配上堂堂的视角，简直比海绵宝宝都糖，妥妥的免死金牌。队友看完连压力你的心情都直接瞬间清零。最牛逼的是，这把钩子居然是刻字好手，谁懂这个妈字写出来的那一刻，小心我的大脑皮层瞬间就被抚平了，这谁绷得住啊？第三把则是冒充高科技的起源环刀，外表长得像个量角器，检视时的音效和动画跟个自行车的轮胎一样的。都说能转就是好刀，但这玩意儿一转，我只想说谁家电风扇开了。挥刀音效则更像是在挥不锈钢盆。第四把则是混沌 2.0 套装里的混沌链家，这个是真的糖完了，外形上看起来跟个大榴莲似的，拿在手上，这次看着就像是穿模能扎到自己一样。另外，这个转起来的蓝色光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转的是霓虹的头。最难崩的是，这玩意儿在第三视角下完全就是一个马桶刷，很难想象混沌的整体枪皮质量这么高的情况下，刀皮怎么能这么糖？也不知道买了这套皮肤的玩家是真的喜欢呢，还是真想装糖？还是让弹幕的雷兹玩家评价一下吧。第五把高分子科技涂层军刀，也就是俗称的萝卜刀，以及瓦区自己的牛子刀。如果这把刀的价格便宜，那大伙儿也不会说什么了。但这玩意儿定价居然318，不管是外观还是检视都不值这个价。但可以伸缩的神人设计，有时也会让人觉得小小的也很可爱呢。特别是在残局整上这么一出，你的毛也是不退的棍子。简直没有人类了，就问谁能绷得住啊？然后是去年火过一段时间的法修散打，也是本期的第6把糖刀，嘟昂超弹力水球全套。这里的嘟昂呢，其实就是短的谐音，参考成龙的那个洗发水广告。这个神奇的皮肤和前面提到的牛子刀一样，依旧是特工队系列，不过牛子刀是通特工队，水球全套则是滋特工队。水球全套的每一拳挥下去都有一种糖的感觉，看着就很搞笑。再搭配上大明星康神这么一代言，搞笑程度再次拉满。接下来的这第7把刀皮，乍一看觉得还行，但是一拿在手上，就是有一种糖的感觉。会动的马眼以及彩虹小马的设计，只能说雷兹玩家和猛男玩家必备好吧。特别是在紧张刺激的残局里，掏出这么一把马眼会动的刀，队友看了谁还会紧张呢？最后的最后，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罚，一共2把全都糖完了。不管是1.0的神罚小刀，还是2.0的神罚战锤，这个闪电设计以及速的不能再速的贴图，啥特效都没有，怎么看都很糖，糖人指数直接拉满。但当你在对局中不经意期间掏出这2把刀时，一切战绩一切压力都会显得不那么重要了，整把对局将会变得轻松愉快。当你打出3-10次的无敌战绩时，还能解锁神法的黄金形态，队友将停止对你的一切嘲讽，获得免喷泉。一切的一切全都是设计师的小巧思，并且设计师自己也说了，神法是给有品味的人打造的。Mine is for people of taste。说的就是屏幕前的你吧，特别是在座的雷兹玩家们。最后，设计师说时间会证明神罚，甚至还想出一个神罚3.0。但我想说，这要是真能让他出到3.0，在座的各位啊都有责任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这里是晨曦电竞，希望能和你一起变得更强。为什么他敢这样打我啊？为什么他敢站这里啊？为什么他敢这样拿出来啊？这是不是你打瓦的时候经常说的话？有时候自己死的奇形怪状的时候，手上的键盘鼠标恨不得都砸了，这就导致现在很多时候老修我都不敢对枪了，我怕自己又死得莫名其妙的。但是老修我今天想告诉大家，也是告诉我自己，如
果你永远害怕对枪，那么你永远都成为不了高手。各位长官好，我是大兵老西。今天的枪神之路，我们不聊别的，给大家聊聊对枪的勇气。什么是对枪的勇气呢？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前2天我打排位的时候遇到一个老铁，日落之城中路，我在中远跟他对枪的时候，我飘了他一枪头，他转头就往市场跑了。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已经没有什么穷寇莫追的想法了，我提着刀我就去找他了。我想着他都被我飘一枪头了，他肯定不敢直架我。结果没想到人家站在台阶的地方直架给我磕了，我当时就发问了，这他都敢这样架我啊，这么有勇气的吗？我不知道这位哥们儿的队伍脉里，队友有没有在疯狂的叫他躲一下别死。反思一下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头也不回的就跑了，能跑多远是多远。但是他就是抓住了我觉得他跑了这个松懈了的心态，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他明明知道我在追他，但是他朝着我反向冲锋，抓了我一个没有预瞄的空窗期，向死而生。他真的很勇啊，所以老西我也只能自叹不如，可能是我老了吧。他的做法告诉我，只要不怕对枪，就能成为高手，你就能赢下对局。说到对枪这个话题，其实不得不提到本次大家都讨论的热火朝天的版本更新了。这一次的更新是为了让玩家更倾向于对枪，进一步提升这个游戏的竞技性，找到技能和枪法之间的平衡点。在之前关于镜灭的前瞻，老师就说过，镜灭的 E 技能的诞生可能是无畏契约为了平衡道具互换的存在，无畏契约可能会回到大刀至简的纯净对枪模式。感觉老西的思路瞬间就通了。官方在新版本更新中给我们的提示已经非常明显了，那就是鼓励我们去多对枪。那么不要畏惧对枪，又是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。为什么现在我们都会害怕去对枪呢？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打周？老西我玩三角洲的时候就非常害怕对枪，这个想法甚至影响到了我玩无畏契约。而害怕对枪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得失感。三角洲我们会有起装的压力，猛攻的时候有时候几百万进去，可能我一对枪对不过别人，我就全丢掉了。像之前我跟朋友玩的时候，我带上了压箱底的6套，满改 M4 和 A 达，身价将近500万的我一进去就被当狗踹，我的心都是在滴血的，所以我变得很害怕跟人对枪。但是玩无畏契约不同，我们不会有起装的压力，所以我们更不应该害怕去对枪，我们又不会有任何的损失，大不了洗干净脖子，下一把还是一条好汉。而各位兄弟姐妹们，不管你们现在在做什么，是坐在下班的公交上刷着手机的你，还是在家里因待业而迷茫的你，或者是为一段似近又远的感情辗转难眠的你，我希望你们都能找回这份对枪的勇气。也许你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深夜翻着那个人的朋友圈，写了又删的消息始终没有发出去。也许你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明明心中已有答案，双脚却像灌了铅一样无法前行。我们总在等待更好的时机，总在安慰自己在准备的充分些，却不知命运最珍贵的馈赠往往就是我们鼓起勇气打破僵局的那一刻。就像游戏里最精彩的翻盘往往始于一次看似冒险的出击，你明明知道对面在架着你，却依然敢拉出去开镜瞄准开枪。就像爱情里最美好的故事往往始于一句看似冲动的喜欢你，明明你们都相互喜欢，却谁都不敢先开口，怕被拒绝，怕连朋友都做不成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他也在屏幕那头等一句你发出的在吗？也许就差那一次鼓起勇气的坦白，你们的故事就会从沉默变成我们。游戏如此，爱情如此，生活也是如此。别让如果当时成为你人生的背景音，别让畏惧悄悄偷走你本可以灿烂的结局，别让本可以成为你多年后的叹息。生活不是游戏，没有下一局重置，但我们却比游戏里更勇敢，因为我们敢于在不保证赢的情况下去尝试，敢于在没有复活甲的现实里仍然选择出发。愿我们都能在人生的战场上不怕对枪，不留遗憾。我们不强求每次开枪都命中，但我们一定要有开出那一枪的勇气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晨曦电竞，希望能和你一起变得更强。幽水地库下面到底有什么？为什么众多职业哥都在这张图里冒充职业？这些职业哥真的还是人类吗？欢迎来到本期的不止游戏，我是你们的老鬼小西啊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，在幽水地库这图都有哪些队伍、哪些职业前去下面探险了。我知道你们都想笑，但是你们先别笑，这期肯定有你没看过的名场面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懂你意思。首先登场的是第5名G2战队。不得不说啊，G2的搞笑程度在电竞圈里也是没谁了。不管是隔壁的撸啊撸，还是这边的瓦，都是一个充满节目效果、爱整活的俱乐部。G2曾在2024年改变者冠军赛与 SR 战队的胜者组决赛中，依旧是一口局选择了集体跳崖。其中最搞笑的是 G2 的5人居然还是从2个不同的位置跳崖，而且选手咪咪还嬉笑着尽起了礼，直接给观众解说和对面的选手都整笑了。
然而这并不是几乎第一次干这种事了，在此前的24年全球冠军赛上他们就干了，在他们对战 LEV 战队时，依旧还是在一口局选择了集体跳崖，堪比驴鼠之谜，给解说和弹幕都整不会了。但光看对面起的枪来说，感觉还是有机会拼一拼的。G2这次跳崖让我想起了曼谷大师赛 EDG 输 G2后，主持人说了一句：花样比较多，想法比较多，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可以和世界上最顶尖的业路去交流、去学习，可以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。原来是学到这一手了。然后登场的是第4名 TH 战队，这把比赛呢出自24年全球冠军赛的总决赛，也就是 EDG 夺冠的那一场比赛的最后一局。TH 在面对 EDG 2把输为1把幻影，总共3杆长枪压力的情况下，差点打掉了球球。经过1分多钟的拉扯后 ，TH 选择在这把一口局里集体跳崖，以此达到不给 EDG 送经济和大招点数的战术性跳崖。这次跳崖呢，引发了大量网友的激烈讨论，有的网友觉得是诺了，未战先降，而有的网友觉得这一跳全是战术和理解，不知道各位彦祖一飞们是怎么看待的？接下来是第3名，出自去年巴黎冠军赛的传奇机长阿斯帕斯，在游戏进行到18回合时，他居然天才般的选择了用截风开大起飞，然后从井夹一路飞到包点侧面，丝滑的击杀了对面的铁壁。这波是地图理解拉满了，同样是跳崖，相比前面 MIBR 战队的集体下去，这波简直就是天才。然后是第2名，也是去年的巴黎冠军赛，同样是截风，在 XLG 对战 SEN 时 ，SEN 的 Zakin 选手在使用截风飞箱子时被对面的幽影黑了，导致直接坠机，于是便有了这段绝望影像。解说看完直接憋不住笑出了声，差不多没了快，但是小心我也是想了半天，这辈子的所有伤心事，才勉强忍住不笑。接着依旧是 SEN 战队，依旧是 Zakin 选手，这次他和对面的幽影准备一起过悬崖时，两人配合默契撞在了一起，于是都掉了下去。这一波操作啊，真不是在假装职业吗？最搞笑的还是他俩同时吃了压制，放不出技能，幽影既不能 TP， 截风也没办法往上飞。最后是第1名，也是你们最想看的，来自我们 EDG 的 ZMGGKK。但先登场的这段，我敢说肯定很多人都没有看过，出自2024年的亚洲邀请赛 ，EDG 对战 DFM 这局比赛，没想到吧，康康其实早就下去过了。第1局手枪局，康康在残血回防时走了井架后面的断崖，结果一不小心脚滑了，拿着正义就下去了。导播也是非常理性的开启了康康这段掉崖的画中画，方便解说和观众们再多看一会儿，别问人去哪儿了，问就是在藏。接着依旧是去年巴黎冠军赛，我们喜闻乐见的名场面之再别康桥，足以载入 CN 赛区史册的下饭操作，多的小细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自己看吧。大伙儿别光笑康康，其实 Smoking 后面也干了，在前2个月的起点赛上 ，EDG 与 BLG 的这一把，我们的 Smoking 直接致敬康神，从同样的位置掉下去了。再这么掉下去，我真的受不了嘞！最后就是一些其他队伍选手的幽随地窟探险集锦，能全部看完不笑的，直接确诊为玉米症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这里是晨曦电竞，希望能和你一起变得更强。保安逆天焚诀，你绝对不知道的保安隐藏技巧。明明没看到闪光的影子，却被闪得视野全白。明明对着点位狂甩闪光道具，保安却跟没事人一样，照样架枪反打。一个简单的小技巧，居然让保安直接成了无畏契约里最离谱的特工。这下好了，镜灭直接成小保安了。这似曾相识的一幕，是不是有点像海神2只眼睛看烟两边，结果1只眼睛吃不到伞不算吃的情况？同理，还有蝰蛇的图强，都是1只眼睛吃伞不算吃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西，欢迎来到本期的教你一招。这期视频我将为您解析保安单向烟的隐藏焚诀玩法。保安的赛博囚笼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子烟，藏着一个十分离谱的专属特性。首先，我们在地图里找一个任意的高点，不管是箱子上方、台阶高台，还是各种凸起的平台都可以。然后将保安的赛博囚笼直接放在自己的脚下。当我们自己站在这个高点上，开启脚下的电子烟之后，就能获得一个逆天效果，完全免疫对面的所有道具。不管是对面的各类闪光类道具，比如火男的闪光曲球、夜路的瞬发闪光、KO 的手雷闪光、斯凯的探测鸟致盲，还有瑞娜的致盲眼，全都对你无效。就连盖克丢丢，如果对面扔的高度不够，我们照样能完全免疫，根本不受影响。除此之外，这招还能免疫对面所有的探测类道具，像是
猎枭的探测线扫过来，根本侦查不到你的位置；太湖的爬虫钻到面前，你查无此意；黑梦的侦察点照样看不到你的身影。如果我们提前开启电子眼，甚至黑梦的狗贴脸冲过来，走到面前都会直接原地游神挂掉，像是断了网一样。这里画个重点，只要对面的道具没有精准的扔到电子眼里面，哪怕你就直勾勾的盯着这些道具，你的视野和状态依旧不会受到影响。实战中，比如在幽水地库遇到对面想打出烟闪并点时，就可以站在高箱上使用这一招，对面拿你根本没办法，根本不是道具，非常离谱。很多兄弟们肯定好奇，保安的电子烟为什么会有这么逆天的效果？小西我也是研究了好久，发现保安的烟在展开后，表面上看是分为上下2层平行无情，但实际上下面部分的烟是空心的。我们用标点部分测试就会发现，根本没办法标记到烟下半部分的模型，直接标点的话会完全穿透烟体，标到烟里面的位置，而烟的上面部分标点是可以直接标记在烟的模型上的，和正常的烟有区别。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他英雄的烟，不管是解封的顺云、木蝶的霞染，还是幽影的黑杖，标点的时候都会直接标记在烟的模型上，根本就不能穿透烟体标到里面。那么保安烟下半部分的模型去哪儿了呢？我把标点位置慢慢往上移，结果发现保安烟的上方居然还能标记，这不就相当于加了一个透明烟在头上了吗？所以小西大胆猜测，这一层透明烟就是保安能看到闪光，但是不吃闪光的原理了。那是不是就说明只要有人能站在透明烟里，就都可以吃到这个效果呢？那么接下来就是单向电子烟的进阶用法了。经过测试，还真别说，不管是对手还是队友，任何人只要在这层透明烟的覆盖范围内，就都不会吃到外面的道具。那么从这个特性就能衍生出一个超好用的技巧——单向闪光。我们让队友站在这层透明烟的范围里，对着烟墙外的敌方点位跟闪光，烟墙外的敌人会被闪得视野全白，而站在透明烟里的我们和队友则完全不会受到闪光的影响，依旧能清晰架枪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既然电子烟的下半部分变成了真空状态，那如果站在烟的下半部分，就会失去免疫外部道具的效果，照样会吃到对面的闪光和探测。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直接站在烟的下半部分，防止吃到对面的道具白给。讲到这儿，肯定又有兄弟好奇了，那这看似没效果的下半部分烟，真的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吗？还真别说，既然下面的烟是真空的，我们反而能玩出比上面的单向闪更加逆天的操作。我们让队友把闪光道具直接往下扔，精准扔到保安烟的下半部分里。从敌人的视角来看，这完完全全就是一颗隐藏的单向闪。用上半部分打单向闪，对面好歹还能看到闪光的轨迹，有一点点反应的空间。但把闪光扔到下半部分的真空烟里，对面根本连闪光在哪儿扔出来的都不知道。除了无视野单向闪，我们还能利用这层真空烟，在里面藏一个奇乐的小级炮台，直接把保安烟变成单向炮台点位，奇乐玩家最开心的一击。以上这些就是老师我玩保安时的隐藏红诀啦。屏幕前的彦祖一飞们，快叫上你那爱玩保安的好兄弟进来一起学学吧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这里是晨曦电竞，希望能和你一起变得更强。